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，哀家感激不尽。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了。老夫人，盛驾当面，不可失了礼数啊！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，我老婆子理当大礼参拜。老夫人身体欠安，目不能视，还请皇上。展护卫，该跪就跪，该拜就拜，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？老夫人请起。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，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老夫人因何落泪？皇上，我是心里难过。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？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，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小心丝毫不减。可怜我老太婆，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她却不肯认我，丢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。皇上，我怎么能不伤心，不难过？竟有此事？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？回皇上，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，一旦查明，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。如此不孝之人，休说朕不放过他，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展护卫，转告包大人，务必尽快查办此事，以安老夫人之心。展昭遵旨。皇上，老夫人进宫已久，未免包大人挂心，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。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。老夫人难得进宫，就留宿一晚。明日一早，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。哀家坚持，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。回娘娘，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，不得擅离。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，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，请太后恩准。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，以免包拯担心。谢皇上。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，哀家岂会再有异议？只是包拯那里……不妨。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，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。谢八王爷。郭槐，奴婢在。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，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。是。什么？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？不错。当时皇上也在场，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，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。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？应该是不会，否则太后和郭槐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。学生以为，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，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，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也是为了更加确认。对，
有此可能。倘若如此，老夫人在宫中岂非身陷险地？此事皇上也已知晓。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，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。按理说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。然而，若是他们已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，而打算孤注一掷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人不必担心，还有展护卫在。啊，对，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。如今，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。东盼西盼，早盼晚盼，盼了20多年，如今他就在我的面前，却看不见他的容貌。我能听到他的声音，触摸到他的双手，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、心跳。可是，他却不知道我是谁。只当我是一个让人可怜的瞎婆子，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老夫人，请暂且不要想这些。如今老夫人身处险境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人暗算。身处一世，形同木木。若是不能母子相认，就算是躲过所有的危机险境，又有何意义呢？老夫人切莫气馁，包大人定会为老夫人洗雪成约。到时候，老夫人必定会母子同。可是老夫人必须谨慎小心，安然度过危机，才能如愿以偿。唉，若不是盼着这一天，我早就不眷恋这悲惨的人世了。展护卫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想必是另有所图。请老夫人暂且忍耐，及早就寝，一切交由展昭应付即可。好，一切就依你。无论夜间有何动静，都请老夫人闭门不出。展昭自会在屋外守候。我不会看错，一定是他。娘娘，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，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，千真万确，她死了20年呐。那么就是他又活了过来。娘娘啊，这人死他焉能复生啊？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？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，可是，就算真的是他，这事隔20年了，相貌已大有不同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？不对，他能瞒得过天下人，但是瞒不过我。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，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，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把他请到寝宫来，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娘娘，哀家的话你敢不听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
公孙先生，大人仍在为太妃娘娘担心吗？展护卫虽在娘娘身边，然而后宫全在太后与郭槐的掌控之中。本府担心的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展护卫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想必定会保得娘娘安然无恙。单凭武功不足为事，展护卫需要的是斗志，而非斗力。说是娘娘的安危，实则却是正邪善恶之争。胜，则是公理正义之胜；败，则是天道人性之败。本府虽知展护卫必能妥善应对，却仍难免挂记于心。展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展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既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展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经侦过学之术及开方施药，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，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护卫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护卫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你想试试？公公还是回去复命吧。
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关公你。张护卫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长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！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，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。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。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礼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娘娘，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您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。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，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。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太气，这与生俱来的计划，永远也变不了。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。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瞎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有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，
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？你就出去歇会儿吧，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怎么样？有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？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是，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，将厢房团团围住。哀家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展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你在厢房守着吗？你怎么会那么走了呢？展护卫坚持要走，我奴才拦不住呀。立刻去追，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。是。启禀娘娘，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，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。哼！这个包拯！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权杖包亲，
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。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，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？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？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哼，不管包拯打算如何，哀家倒先要问你，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？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当年奴婢的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啊。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，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。可谁知道，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年那场大火，它烧得也太凑巧了。怎会不巧？尸体化为灰烬，仵作如何验尸？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？可是，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。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？难说。可是，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呐，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？除非，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吃点东西吧。对，吃个完毕，我马上赶路了。老人家，多少还是吃一点，否则路上饿了再吃，多有不便呢。多谢几位英雄前来护送，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您是包大人的重要人证，在下兄弟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保护，又何必言谢？对了，什么案子要你作证啊？这事关重大，请恕我不便说呀。那有什么？难道我们几个兄弟还会四处瞎说吗？这，好了，四弟，包大人的案情我们不需要知道，何必让老人家为难呢？不错，四哥，你我唯一的任务便是让老人家安全无虞地回到京城。娘娘是担心陈琳知道当年那件事儿。若非如此，陈琳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抗旨徇私，让他逃出宫去。可是，知道当年那件事的只有娘娘、奴婢、产婆尤氏和寇珠4个人呢。产婆尤氏当天晚间，奴婢就让她在人间永远的消失了。至于寇珠，寇珠可是临死也没有说出太子的下落。你还是不肯说实话？寇珠说的是实话，
请娘娘明鉴。你还敢自硬？要你把敌人埋在金水桥下，却把他藏了起来。说，究竟把他藏在哪儿了？不，口珠冤枉啊！我的确埋在金水桥下。胡说！你为什么指不出埋尸的地点？我当时心里害怕，匆匆忙忙的马跑就回宫来了，实在记不得埋藏的实际地点呢。你还要胡说！咱家派来那么多人在金水桥下去挖，就差没把他挖了个遍。说，到底藏在哪儿了？啊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找死你！好了，别打了，让本宫再问。是啊。后珠，娘娘，你是我金华宫的宠玉，一直跟在本宫身边。这些年来，本宫待你如何呀？回娘娘，口珠自小进宫，直到入了金华宫，跟着娘娘，才不受其他宫人欺负。娘娘对口珠恩重如山。难得你还知道感恩。这狸猫换太子之事，乃是极端机密。若你不是本宫心腹，本宫也不会让你参与其中。娘娘信任口珠，是对口珠的恩宠。那么，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本宫的吗？娘娘，太子的下落何其重要，若不能确定的确已被你掐死埋葬，今后本宫岂不是寝食难安，疑虑终生？娘娘请相信口珠。你要本宫如何相信？娘娘，口珠已死明志。这些年来，哀家一直认为寇珠的确被冤枉了，可是如今看来却又未必。娘娘，这么重大的事儿，他又能告诉谁呢？他又怎么能有把握对方不会出卖他呢？不错，他不可能相信任何人。再说了，倘若他真的把婴儿藏了起来，他又会藏在哪儿呢？后宫内绝对不可能，奴婢一定会发现的。可是以后宫门禁之严，谁也不可能私自进出，更别说是夹带婴儿出宫了。娘娘，有一个人可以。谁？陈琳。当时他是首领太监的身份。娘娘啊，奴婢虽不受他管，但也得敬他几分。他出入宫门，不但无需通报啊，也没有任何人敢去阻拦检查呀。奴婢想起来了，当天寇珠抱的婴儿走出去后，奴婢亲自送产和尤氏出宫，并且安排人手在城外将他灭口。你出宫后，自会有人来找你。等你们见面之后呢，你这一辈子就不缺吃穿了。谢谢总管，谢谢总管。不用谢。
这是你应该得的。去吧。是。哎，陈公公，你这是急着忙什么呢？啊，皇上要咱家送玉果去给八王爷祝寿，谁知道玉果园的人耽误了时辰，再不赶去就要误事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那陈公公就赶紧请吧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陈琳的神情不安，态度慌张，难道是他把婴儿藏在宫河之内，私带出宫了？不会错，定是如此。那么，当年李贵妃逃出宫去，想必也是他安排的。原来一直是。可是他为何不向先皇举报呢？他不敢。当年先皇见李贵妃生得怪物，震怒之下，谁敢多言？后来，先皇又承得于道家之学，不理政事，娘娘总揽宫中大权，陈琳为求自保，他能敢说吗？那么，为何事隔20年，又出现在京城？莫非他真是来报仇？娘娘，李贵妃当年都不敢出面喊冤，如今娘娘又贵为太后，她凭什么报仇啊？难道是因为包拯？包拯虽说是铁面无私，可是宫闱之事还轮不到他插手。大家明白，是八贤王。包拯曾将他带进八贤王府。昨日八贤王说是特意来仁寿宫探望哀家，其实却是为了他。这竟然扯上了八王爷！看来如今所面临的，乃是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大人，娘娘的病情可是有了变化。宝琴，哀家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光亮了。太好了，公孙先生可否略作说明？是。娘娘这几日施针用药，从未间断过。若论医理，此时最忌情绪激动。可是娘娘的情形却恰恰相反。娘娘入宫之后，因与皇上相见而难抑激动之情，想不到体内运行之气竟借泪水把久滞的经脉打通了。公孙先生是说，娘娘双目复明，已确有可能。正是，而且随时都可能会发生。没想到娘娘因祸得福，可喜可贺。还有赖公孙先生妙手回春。学生不敢居功。这也是老天垂怜，让哀家能够亲眼目睹20年沉冤昭雪。娘娘，八王爷虽然地位崇高，却无职无权。就算他们靠八王爷撑腰，恐怕也动不了娘娘，翻不了啊。不，八王爷乃是赵氏皇族族长，皇族中人无不以他马首是瞻。同时，他还握有上打昏君、下打谗臣的先皇御赐金剑，
一旦他插手此事，哀家也难以对抗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八王爷之所以被尊称为贤王，乃在于他处事公允，依法讲理。若是无凭无据，他也不会插手。娘娘啊，20多年都过去了，不会有正义留下来了。哼，没有物证，却有人证。娘娘是说李贵妃？不，她只是一个抗旨不遵的先皇桃妃。她若作证，自可轻易推翻，无人会信。那真正的关键人证是陈琳。陈琳早已告老还乡，不理世事了，难道还会找她回来作证？包拯以远方亲眷之名带李妃入京，甚至带她前往南清宫见过八王爷。可是却为何迟迟不提此案？他们在等陈琳进京。没错，你曾说过，包拯的侍卫出京而去，却不知去向。哀家可以断言，他们是接陈琳去。娘娘，那如此一说，他们是在等陈琳一旦进京，包拯必然会开始行动。没错。因此，无论如何，绝不能让陈琳进京，知道吗？老夫人的康复情形很好，现在已安然入睡。太后的疑虑未消，危机随时会现，虽在府中，仍需严加防范。是。王朝马汉带人在厢房外守护，展护卫则藏身暗处，紧急之时可立即支援。好，此时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否则非但不能替老夫人平反，甚至可能因此而惹祸上身。是，学生会多加留意。陈琳何时可到？依行程估算，明日便可抵达。倘若太后对老夫人疑心不解，甚至可能连陈琳回京都会被他们察觉。万一……大人无需担心，陷空岛无属，可抵数百精兵，保陈总管回京，必定万无一失。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，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，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忠诚多，友谊才是宝。强国人情冷暖。
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